大家好，我是欣然。就我这次分享的，大概是一个我从在抑郁、焦虑和强迫过程当中，就是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一些心境的变化，包括后来信主的历程。就是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呢，是处于一个非常幸福的时代，可以说经济上面呢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就不像上一代可能有工作的压力啊，还有小的时候可能家庭的支持条件不太够，所以说对比之下，可能大部分这个时代的孩子就是看起来应该是很幸福的一代。所以可能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说会有抑郁啊、焦虑这种问题的发生。如果说只是因为学习的话，那你好好去学，按我们的话去做不就好了吗？这其实也是我从初中开始和父母的一个矛盾的主要来源吧。就是从他们的眼里来看呢，就是他们给予了我非常多的包容，这也确实是的。从一些不论是兴趣班上这方面，还是说爱好方面，还是说其他的平时的一些经济支持啊，他们对我呢都是嗯挺好的。然后也不像一些就是可能比较古板的父母，他们相对来说是非常开明的。所以说呢，按道理来说，我是而且我本人呢，也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一个孩子吧。我就是不太能理解人为什么要吵架。对我而言，如果说人要吵架，说明这两个人相处的不好，相处的不好，你就应该分开。如果不分开，那就不要吵架。就是对我而言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其实在我上高中之前是没有和我父母吵过架的。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叛逆期这种东西。所以按理来说，我们家庭呢应该是相处的非常和平的。但是我上初中的行哎，我是时候呢，听刚刚我上初中的时候呢，我有强迫症，就是不是说现在大众眼里那种比较娱乐化的，说什么啊，因为东西摆放的不整齐啊，所以说会难受啊，什么什么的。强迫症呢，就是说我对于一些事情，它的这个程序化模式呢是非常执着的。对我而言，这件事情就必须这样做，你如果少了哪一步的话，我就会很难受。而且它并不是一个比较大的环节，就是比如说，它可能是在一些小事上，比如说关门。对于我来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能关门就你走过去把门关上就好了。但是对我而言，可能是这个关门我走过去必须要走，比如说必须要走5步，然后到门那里，把门关上，然后确定好就是前后晃一晃这个门，可能要晃个3次，确定好是关好了，然后我再回到房间里，我才会安心。但是对于常人来说，这是不能理解的，对吧？所以我呢，我也很难描述这种状态。对于我而言，我就是每次就会去按照这个程序去把这件事儿做了，然后一旦有中间哪一环节做错了，我就得从头再来一遍，就是重新走到门边上，再经历这个过程，然后再回去。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整理一些东西，就我的房间呢是比较乱的，因为我的精力呢都花在比如说整理某一块儿地方，我的强迫症突然犯了，我整理那一块儿地方呢，我就要花个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可能学习啊什么其他时间就被压缩掉了，就很没有效率。我本人呢是知道，我的理智是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我是控制不住的，我感性我是控制不住的，所以就会陷入一种焦虑的状态。然后这种焦虑呢，就会导致我的效率可能更差，然后加上强迫症引来的什么记忆力降低啊什么的，就会导致呢，我的负面情绪呢，什么压力啊什么的会很大。然后对于别的一些事情、一些小事呢，我的关注度就会不高，然后导致我的房间就是某一块儿我特别整洁，然后其他地方我全都不管。然后学习也是，我学习的时候呢，就可能会被某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所吸引住，然后别的可能我就抛开了。然后是处于这种状态，所以导致呢我的学习成绩呢就是一下子一落千丈。然后呢，我的父母呢一开始呢他对此呢就是一直就是实行一种鼓励式教育的，这点我也是很感谢他们，就是没有那种什么棍棒教育的说法。但是呢，这种鼓励式教育它并不能解决就是我强迫啊焦虑的这种问题，相反呢它可能会导致就是给我一种更大的愧疚感。然后呢，就导致我开始对他们的那种感情呢，会有持一种回避性的态度。然后呢，加上我后来才知道是有封闭的那种领，因为我一直是把什么事情都积压着不说，就是对我而言，我对一个人表达的关心呢，就是我默默地把这件事儿做好，然后我有什么麻烦的时候，我尽量不去麻烦他们，我是这种人，所以导致呢，我很多想法呢，我是不会说出来的，对我而言是很没有必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后来呢，是因为嗯、强迫症导致呢。
导致我是很多事情我是没有办法准确的描述出来的，以至于我的世界呢是越来越封闭。然后成绩的下降呢，我又解决不好这件事，因为我不能跟他说我成绩下降是因为我整理东西花了太长时间，对吧？我之前我有一次呢也和我的母亲这么说过，但是呢，就是可能大家还没有了解过这个病，就是它的科普并不是很到位吧。然后呢，我的妈妈对我对这件事的反应就是，你如果强迫症强迫你这样去做，你就强迫自己不要去做好了嘛。但对我而言，这是一件非常就是打击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在我看来是我的痛苦，他并没有试图去了解，他好像关心的点和我真正痛苦的点不一样。这也是后来我发现，就是现在的父母和孩子相处，为什么明明是相爱的，但是为什么还要这么痛苦？因为大家的爱好像都被浪费了，就是有一方一昧的在付出，但其实这些付出真的落实到了孩子身上吗？其实是没有的，而孩子的爱真的表达出来了也没有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当时呢，我的强迫症引发的就是焦虑和抑郁，因为我没有办法和我的父母再继续正常的沟通了。我说他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而在他们眼里，就是这些都是小问题啊，你整理房间，然后你觉得一些生活上的事很矛盾，或者说你什么胆小比较就是过于谨慎啊什么的，在某些事情上面浪费了很多时间，这都是小事啊，你可以改的呀。我们给你提供了方案，给你提供了经济支持，给你提供了关心，你就照我们说的去做就可以了。所以导致我们的交流是错频的。然后后面呢，他们确实是很关心我。我的妈妈呢，就因为这件事呢，她后来呢也一直在给我想办法，她给我想，就找国际学校去上，然后经济方面的压力肯定会更大，还要了解各种体系哪种更适合我。然后她呢平时工作又特别忙，然后要照顾我，才出生没多久的弟弟，然后晚上呢要给我查学校，然后失眠啊什么的非常的严重，就导致他们也会有焦虑症。但是对哦，我而言，这就是另一种层面上的施压，就是对我而言，他们其实经济上已经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啊，他们的家庭什么的事业啊都很哇，好，你这么为什么要在这学习不放呢？我我为什么不可以就是停下来休息一阵呢？为什么不可以去看心理医生啊什么的呢？就导致我们的爱就是一直在付出，然后呢双方一直在错过，我们的频率呢永远是对不上的。然后呢，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因为我意识到呢，就是我们的相处中有些是错误的，但是我提出来了之后呢，只会引发更多的矛盾，更多的争吵。所以每一次一交流，交流完了之后就是争吵，然后最后呢是换来的是我的沉默，以及我的更加封闭的状态。就每次交流都是一次恶化，以至于我就是觉得我和我的父母是不能沟通的，因为我说的呢他们听不懂，他们说的呢又不在我的点上，所以和他们交流呢，只会一遍一遍的恶化我的病情，甚至可以说到后面我处于一种谁都不相信的地步，就是比如说在电梯里啊，和另外一个陌生人同处一个电梯这种封闭空间，我就会紧张，我就会觉得我的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我手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反击，如果他要杀我的话，那我应该怎么做才可以最快的就是制服他，然后给自己留出逃跑的空间。包括放学的路上什么的，我是很讨厌有人走在我后面的，除非说就是什么一大堆学生呐、乌乌泱泱的在一起，否则的话，有人走在我身后，我就会陷入这种恐慌的状态里。啊，包括平时睡觉的时候也会很担心，担心万一煤气灶泄漏怎么办？万一地震了怎么办？万一发生了火灾怎么办？然后呢，呃，我就会陷入这种恐慌当中。对于我而言呢，后来我知道这大概是孤儿的灵。孤儿的灵不是说没有父母的什么支撑啊、包容，或者说父母不关心你，才导致的一种状态。其实孤儿的灵在父母过度关心的时候也是会出现的，因为这种过度关心会给人一种也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而且会让人觉得连爱都带来伤害，那我还有什么感情可以相信的呢？所以这就是呃，我觉得现在的父母还和孩子沟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过度关心，它并没有给孩子带来什么成长性的帮助，相反是一种压制，一种让孩子闭嘴，就是父母会代替孩子去感受这个世界。你过得好，我替你开心；然后你哪里做错了，我会替你生气，我会替你失落，然后我会替你担心。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在替你去做，在替你去感受。然后呢，我们会发火，然后对你施压什么什么的，这是为了你好，什么什么的。然后呢，让你按照我们的给你的设想的路去做，或者说你有什么想法，我也可以帮你啊。你跟我说了你的想法，然后我开始替你去计划，替你去监督，替你去实行，然后跟你说，这是我在帮你完成你想要做的生活，不是我强加给你的。其实错了，这都是一种
代替孩子去过他们的人生，代替他们感知这个世界，导致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我对这个世界已经丧失了真实的感知力。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活在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所有人都是 NPC，我呢就是在被剧情推着走。所以说我的内驱力就丧失了。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并不觉得我在过的生活是我自己的，我只是在按照剧情过我的人生而已。我的人生到哪一步了，那就是哪一步了。到那可能过得很惨，那这就是我的结局，我没必要反抗啊。如果我过得很好，那就是我应得的。过得好还是差，都不是我能决定的。所以说我就像是被放在了某一个剧情里，大家说你去做这件事，我就去做了，但其实我并不想做，所以我不会去努力。失败了就是失败了，成功了就是成功了，我并不会因此觉得高兴或者难过。我活的是非常的麻木的，对于我而言，我的人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们我的家人给我的关心和支持，我是感觉不到任何的幸福的，因为更多的他们给我的关心，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全是为了你好，你不这么做，我们就会伤心。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付出其实也是非常的自私的，因为这种付出真的是把我当做一个个体在付出吗？真的眼中看到的是我，还是说你的孩子这个身份，你的孩子这个附属品？你觉得你的孩子也是你的产业的一部分，所以你对你的孩子好，其实是在对你自己名下的某个产业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去打理而已。最后这个产业，这个投资非常成功，你的回报率非常大，你觉得很有面子，你觉得你对自己晚年的养老什么很有帮助，然后呢就很高兴，然后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并不如人意，就会觉得很丢面子，或者觉得很生气，怎么这样？觉得辜负了自己的期待。这是我在那段时间对于亲子关系的一个理解吧。我觉得比起父母和孩子，就是一代一代人的一种传承，更像是一种投资，一种理财。这种说法可能显得比较冷漠，但确实给我的就是大部分亲子关系就是这种相处的模式给我的感觉是很像的。包括很多时候父母说，你就当是为了我，这可能从父母的眼里来看，就是一种示弱，是一种付出了很多之后，发现还没有得到就是任何的回馈，然后什么感情上啊，也觉得自己被疏远，觉得很伤心之后的一种可能示弱吧，一种向孩子敞开自己的心扉，说你就当是为了我吧，体现就是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感情，好像没有平时那么强势，其实真的为了孩子好。但其实对于孩子而言，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就是我们的人生已经被剥夺掉了很多的权利，包括说自己选择的权利啊，包括说自己就是经历这个世界、体会这个世界的权利，就是已经在处于一种非常麻木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的，其实很多时候只有痛苦，就是发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像我其实很知道学习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以后想过自己的生活，那肯定得要靠学习啊。我也是人，我也十几岁了，我也不是一个弱智是吧？我也不是智力有问题，我当然你们说的道理我当然都能听得懂啊，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的记忆力下降很严重啊，我可能中午吃了什么，你过了几个小时我压根一个都记不起来了，是吧？然后再让我去背那个什么20个字母组成的一个单词，那我多痛苦啊！我还要处理是吧情绪问题，对我而言我也很累啊。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然后再经历什么可能父母因为成绩问题吵架啊，然后呢，吵架过程中吵着吵着，可能突然还要来问一句，你就看着我们吵吗？怎么不来劝和什么的？或者说家里老年人更年期啊什么到了，其实孩子就是家庭地位中，我可以说就像一个食物链当中最低地位的那一个人，所以很多时候孩子其实是承担了很多。怎么说呢？很多情绪的，包括一些可能平时大家父母工作上的压力啊，可能不经意间就会把火撒到小孩儿、老人身上，这种问题也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已经是一种很痛苦的状态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告诉他，人生让你努力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别人啊，为了让父母安心啊什么？这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非常沉重、非常沉痛的一种打击。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状态已经是非常的严重了。像自残这种事情我也做过，因为心中的痛苦是没有办法疏解的，所以只能在肉体上就是转移这种痛苦。
然后觉得实在不行了，那就靠离开这个世界解脱吧。所以说呢，这种事情我也是做过的。但那个时候呢，我其实对于这个世界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嘛，就是那种得过且过的状态。包括我爸爸妈妈打我那种感觉就是疼啊，但这只是一种躯体上的疼痛，疼就疼吧。我回去，他也不能就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大不了把我打死就好了，就处于这种状态。但是有一次呢，因为我成绩考得太差，然后呢，我妈妈心脏也不好，她也是为我就是特别焦虑啊，特别痛心吧。她当时呢，就是坐在地上，就感觉是那种一口气喘不上来。我当时也说不上来什么状态，我又觉得心疼她，我又觉得可怜她。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明明她也是事业有成啊，我爸妈学习成绩都很好啊，他们最后他们的事业也都很不错啊，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因为我在某一件事情上做不好，就要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这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对我也是没有什么好处。我其实特别不理解他，然后那一瞬间我就感觉就是整个人像是脱离了所处的这种物质的世界，就像这种灵魂飘起来在半空中看他一样，就是有一种又怜悯又怎么说又排斥的情感。我很讨厌别人为我牺牲到这种地步，我甚至对爱开始产生厌恶。我在想，爱是为了什么呢？爱就是为了你伤害我，然后让自己再感到痛苦吗？难道这就是爱吗？为什么爱要做到像是长了刺的那种地步呢？你不说爱，我还以为这是一把什么一把很赤裸的剑，我以为这是玻璃渣呢。然后就是这件事情之后吧，其实我对我的人生就是到了一种新的低谷，就是感觉完全不是自己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家里人，我爸爸呢其实是信主的，但是他以前就是一直属于一种打酱油的状态，他信主啊，然后从小就是家里也有圣经，但是我每次想看圣经，我爸爸就会跟我说，你看不懂，等你到了初中，等你到13岁，我再读给你听。然后到了初中忙于学习，各种压力什么的也不讲了。到了高中就更不用说了，家庭氛围非常的紧张，他其实应该也一次都没看过圣经。然后，但是呢，我是知道有上帝的存在的。然后我对上帝呢，就是不了解，但是我一直信他，我就开始祷告。我就是祷告，祷告什么呢？我祷告就是，如果说这个世界真的这么痛苦的话，那神你能不能早点把我接到你身边？其实当时我的想法是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感谢神啊，他听到我的祷告，他是用了别的方法，他来拯救我。就是我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嘛，最后还是休学了。可能在大部分人眼里来看，休学就是说明你学业不成功呗，就是一种你失败、你人生失败的一个证明。可能在大部分人眼里来说，这应该是一件比较丢脸的事情。但对我而言不是，我一开始是觉得很麻木嘛，休学就休学呗。难道我去上学，我的人生就好吗？我的人生已经完了，我上不上学都是一样的。我上学按照他们的说法，我很努力啊，我事业有成啊，我就怎么样呢？我的爸爸妈妈难道不优秀吗？他们最后不还是活得这么痛苦？那我努力又有什么用呢？难道活成第二个他们吗？所以我是处于很麻木的状态。但是后面休学了之后呢，那当然也有很多，在家里还是有很多矛盾啊，还是那种脚踩西瓜皮儿溜到哪儿是哪儿的那种感觉。但是很幸运的是，休学之后呢，因为我会有比较多的时间嘛，然后我会去了解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东西，我在家准备自考，看一些心理学的书，然后呢呃就是在网上呢也有就是和一些同龄人交流的时候呢，也会提到家庭啊之类的事情。然后呢，我就发现现在的同龄人好像不止我一个两个啊，就是身边的人好像并不是那种，比如说可能百里挑一啊，有一个心理问题的是那种状况，好像10个里面可能有3个。再到后面我发现我接触到的全都是啊，就算没有心理问题，就是没有诊断出来有心理问题，那也是8、9不离10了。再不然就是就算还没有什么心理问题，但是和家里人相处也是非常痛苦的。对自己的就是人生也是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什么动力的，就是从现在就是可能父母那边来看，就是我们00后就是懒啊，就是不上进啊。我在想这是为什么呢？然后刚好那段时间呢，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开始带我去教会，然后我就会开始听圣经，我就觉得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这个圣经它并不是说它这个，并不只是说可能就是在年轻人眼里就是比较古板的那一辈啊，可能老年人啊，或者说
呃保守派的一份的话，他讲的很多东西其实是非实用，就是他讲的就是非常实在的东西，就是你不管你是处于一个什么观念的人，他就是告诉你这样做，你的人际关系就是会变好。你就是很多你的那些观念啊，什么你的理性啊什么的，你把它放下，就按照神的话去做，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呢，它最后的结果就是好的。就算你觉得你可能当时觉得凭什么，但我觉得它结果就是好的，你就凭这个结果是好的，你就可以这样去做。然后呢，就带给我很多就是新的启发。然后我就是在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当中开始思考，就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就是我的灵魂就像是一下子得到了某一种启发一样，我开始不把我的这个感受只局限在我这个家庭里，我和我的父母之间的矛盾上。我在想这些矛盾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人读书啊什么的，人聪明啊有智慧啊，就是判断一件事情能判断它的对错。但是很多时候大家都把事情就纠结在这件小事上的对错，比如说我觉得啊你这件事你没有好好学习，你这件事就是错的呀，你以后怎么办呢？你今天你今天是不是又多玩了会儿手机啊什么什么的？或者说我的父母啊今天又和我吵架了，他又不理解我了，他对我说了什么什么话，但他说的话其实是错的。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过于在乎对错了，不是说是非不分，是要分是非，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辩论赢了，但是赢了的结果是什么呢？赢了的结果是那个人开始疏远了，疏远我们自己了。赢了的结果是大家两败俱伤，然后氛围剑拔弩张，然后最后，结果可能只是啊，好吧，我承认你赢了，但其实我根本就不提，就是不明白你的心情，不明白你的感情，我也不明白你的爱到底是在爱什么。但是如果说我们看透这件事情的本质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就是很多小事我们都可以不必去在意的，我们只要在意的是我今天有没有做好，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做好自己，有没有说去伤害到别人，有没有说体谅到别人，有没有太过骄傲，有没有说又做了哪些伤害别人而不自知的事情。然后带着这种想法的话，我发现就是其实人生是非常宽阔的。那再放眼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到底在纠结什么呢？为什么很多很多年轻人就是在十几岁的年纪就没有什么求生欲了呢？这个时代迟早都会是年轻人的时代了。为什么说要拘泥于现在呢？就感觉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像是在大海当中，就是拼命的游，想要游到一座岛上。然后有些人呢游着游着就丧失了力气啊，丧失了信心，就开始往下沉。但是这是为什么呢？明明这个时代是属于我们这座海，就是我们的，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在里面游啊，如鱼得水啊，是吧？然后带着这种想法嘛，我就去，我又加上就是那段时间去教会聚会什么的，我开始就是看开了一些事情。我觉得每一代人呢是有每一代人的使命的，每一个人呢也是有神安排的使命的。我们年轻人要去的方向，我们的观念，注定和上一代人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只需要做到的就是符合神的心意就可以了，不需要去纠结是否别人理解了我们自己，不需要纠结这个环境，它它到底是支持我们的，还是说一直在打压我们的。我要做的呢，只是做好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完成神交给我的使命，就是这样。我的灵应该是和神相连的，我的生命应该是和神相连的，而不是说和我身边的我的朋友啊、我的同事啊、我的老师啊、我的同学啊、我的仇人啊、我的父母啊，我并不是应该和他们相连的，我并不应该被这个环境影响了，这些环境影响了我，他就是他为什么能影响得到我呢？就带有这个疑问，我的就是生命突然就是状态一下子翻转了，就是像有一个亮口吧，就是一丝破口，然后就看到那点光亮，然后恍然大悟。我觉得我们的时代发展的实在是太快了，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到我父母那一辈发展的太快了，所以说我的父母那一辈非常的焦虑，他们要抓住这个时代给的机会，他们他们已经算是这个时代比较开明的、比较优秀的人了，但是时代发展太快，到我们这代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已经严重的脱节了。
像一根生长很快的骨头啊，生长痛，是吧？生长太快了，它突然就脱节了，某一节就断开了，然后中间可能血啊、肉啊、筋啊、脉啊还连着，还非常的疼痛，然后拉扯中，我们就是互相折磨。但其实我有我的使命去做，旧时代的事情，那就是放在过去就好了。我们年轻人就是应该抛下一些，呃，怎么说呢？抛下一些以往纠结的一些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事情，去想明白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这是和上一代很大的一个差别。上一代的焦虑可能是源于一件具体的事情导致他们精神上面的焦虑，这一代人的焦虑首先出于零上面，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在活什么，没有自己的动力，导致我们对手头上的事情没有丝毫的动力去做，没有丝毫的希望和欲望，就是我想要完成啊什么的，我要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啊，我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我的灵魂应该活出一个怎么样的精彩，这种想法是没有的。但是，一旦当我意识到我的生活就是属于我自己的，没有人可以阻拦我，没有人可以影响我，没有人可以阻止，就是神让我去完成什么事情之后，那就豁然开朗，我就是可以斩断啊，就是中间那个什么，撕扯，就是那种很黏糊的那种，怎么说呢，血丝吧，那种拉扯着的状态。我就是可以很清楚的和过去和我的过去和我的老我说再见了，不再也不见了，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很心疼你过去的一些遭遇，我当然是心疼我自己的，是吧？没有人会比我自己更能明白我自己受过的伤了。这些伤口呢，它都是存在，我都是明白的。但是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你的这些伤口带来的意义，就是能够成就一个全新的我。就是能够为了让我在我的这过去老我的躯体上，就是孕育出一个新的精神上更加强大、更加坚韧，明白我自己应该做什么的，对这个时代有新的思考，可以摆脱那些痛苦的我，一个可以摆脱抑郁和焦虑还有强迫捆绑的我，去你的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让我去见到神，去找到神，走向神，然后选择神，一路追随神。你的意义就是这样。然后今后你呢，我把你埋在暗的这一边，我呢要去追随神，去往我的那个新时代，我要去往暗的那一边。这些伤口呢，以前呢，我可能会觉得啊，怎么样算是一个全新的自己？怎么样算是重生？那就是伤口全部愈合啊，有一个全新的、完美的、更加坚强的、看上去更加光鲜亮丽的自己，那就是重生的意义，是吧？看小说什么重生、逆袭、打脸，就是活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彩，那才叫重生，那才叫新生。但是后来我意识到了，如果说你一直在追求让伤口愈合，一直在试图填补它，那就像是你脸上有痘印，然后你拿粉笔一直在脸上拍拍拍拍拍，然后你告诉自己你这样变得，这就是自信，你觉得自己很漂亮。但其实不是的，当你晚上回到家拿卸妆水一洗脸，然后发现啊自己还是长得这样，然后自己内心又会陷入一种自卑的情绪。这其实不是的，回避就是一种受伤，就是一种胆怯，就是说明你还没有战胜它。但是现在我可以完全直视过去的我自己，我可以告诉我自己，就是过去那些伤口啊，我完全可以接受，我不会再追求说要掩盖什么的，我就是明白过去的我就是脆弱，就是伤痕累累，就是可以说，我和我父母的那些关系就是存在啊，他带给我的那些伤痕啊，那些让我觉得啊很痛苦的事情，我都没有忘记啊，但是我可以很平常的把它们说出来，然后当做一个经历，当做激励我身边的同龄人的一个故事，把它拿出来讲。然后对于我过去的自己，我也可以说，确实受了很多伤，你确实有强迫抑郁什么的，但是我父母说的也没有错啊，在这种抑郁的状态里，你确实是很消沉的，在强迫的状态里，你确实是很没有效率的，你确实没有自控力，确实是你需要改的部分，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并不会因此再感到什么痛苦、焦虑、忧伤什么的。我知道这些都只是过去的我，他们是已经被新生的我所怎么说呢？所杀死了。这，曾经的我是想过在肉体上的自杀，但是在现在的我在就是基督里的我，是在精神上完成了一次，呃，将过去的老我所杀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的生命是迎来了新生的，并且我意识到了新生的命必须需要由自己去完成，就是自己在精神上把一个新
全新的自己分娩出来，就是像孕妇产子一样，大部分人他的灵魂其实都已经就像是难产了一样，在羊水里就羊水流失了太久缺氧了，已经晕晕沉沉的，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就是没有一个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动力，他们都忘记了自己是可以复生的，就像耶稣复活那样，自己过去的我已经死了，那些罪已经被赦免了，我应该是个全新的被耶稣赎回的自己，应该是可以重生的一个自己。大家都好像忘记了自己还有复活的这个能力。但是很幸运的是，我走出来了，并且是靠自己的内驱力打开的，不能说是靠什么，比如说靠牧师一直给你灌输什么想法，说什么什么这个生活啊是美好啊什么什么，或者说让心理医生啊给你做咨询，然后跟你说，一些大道理啊什么什么的，或者像父母什么的老师说那些什么，其实当自己的内心没有信心、没有动力、没有认可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心灵鸡汤。在我们眼里都是耳旁风，都是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又不理解我，你给我讲这些有什么用？我感觉到都是痛苦啊。只有说，当自己真正的就是开始对生活有一个思考的时候，开始有了自己的动力，有了自己的追求，并且坚信爱和希望是存在的时候，然后自己斩断那些所有的就是过去的那些搅扰，那个时候那样的心声才是真正的坚强的生命。坚强的生命并不是说他要做到非常的强大，可以无坚不摧，而是说在经历了很多伤口之后，你看着那样脆弱的一个生命，他经历了那么多，但是你发现他居然还有希望，他居然还在坚持。我觉得这就是非常伟大的。我现在仍然会对一些就是我身边的同龄人，他们过得好像很不如意，但是我就是非常的喜欢和他们聊天，然后和他们讲神的事情。他们有的时候会不理解，就是不明白我们好像就是认识的也不是很长时间，也不是我也没有对你多好，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为什么要这么关心我？为什么一直在鼓励我？就好像他们也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但是对我而言，这样的一个灵魂，就是正在挣扎中，而且还没有放弃的灵魂，它就是非常宝贵的。它下一秒就可能就向死而生了，就是那种那一瞬间的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奇迹，一个正在挣扎中的灵魂，一个正在创造奇迹的灵魂，这难道不值得人去爱、去拯救吗？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就是可能抑郁、焦虑会带来一时的痛苦，但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会有新的反思，然后最后当我们就是走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比别人活得更深刻、更鲜明。我们的故事的精彩才刚刚开始。这就是我的这个心路历程的变化。然后嗯对于父母和孩子交流方面，我觉得也有一些感触吧。就是一方面，就是给予彼此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并不是说这个理解包容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看，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啊，我已经很理解他了呀，按照我自己这个人的想法怎么样说一个道理，其实这不是换位思考，就是把你自己的想法带入到别人身上。换位思考就是你要想他是这么想的，他的观念是什么，他的性格是什么，他在这个处境他会想什么，这是一方面。然后第二方面就是不要太想当然的去爱一个人，爱一个人不是说爱他的身份，爱一个人不是说，我是父母，你是孩子，我给你的爱就是这样子，你对我就应该是什么什么样子啊，我关爱你，然后你应该拿出什么什么样的孝顺，然后带着这种期望去爱。爱一个人，他并不是说要有很多很多什么条件，爱一个人就是你对这个人，嗯，不嫉妒呀，然后也不去强求啊什么，爱一个人就是其实就是非常简单，你要首先看到他这一个人作为他独立个体的存在，而不是作为他某一个身份的存在。然后第三方面就是不要太过在意当下某一件事情的是非，要看透这件事情的本质。就很多时候啊，就是不是说人有三种层次嘛？第一层次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就是一维的层面，就是人活得浑浑噩噩，好像也没什么灵魂，就是该干嘛干嘛。第二层面，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就是你有一定的思想境界了，你很多事情呢，你能有自己的想法什么什么的。第三层面就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就是你知道了这件事情它可能会怎么样，但是呢，并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导致动摇自己啊，然后心思意念上面呢会有很多被情绪搅扰啊，被什么就是被一些邪灵啊、程序而入所捆绑，就是你就是会
告诉自己这件事情本质上就是，嗯，比如说有什么，愤怒的灵在捆绑你啊，那你就是告诉自己不能这样做。和孩子就是相处，或者说和父母相处，就是靠爱、靠友好的沟通、靠理解包容、靠神。这是，我对就是这一系列经历之后，我所产生的一些感悟吧，以及朋友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朋友就是治愈精神的良药，有很多时候父母就是可能我讲这么多，也只能说，就是两代人之间的相处到底怎么样。但是就是很多关键就是没有办法彼此相通的，很多时候就是要靠同龄人，就是在同龄人的相处当中会就是激发，就首先会感觉到，他是真正理解自己。其次就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因为会有同样的期望，会觉得这个生活呢其实是，还是蛮有这个希望的吧，就感觉未来还是挺有奔头的。就觉得以后啊，和朋友可以一起怎么样，就是这样相处下来，其实是会提升孩子就是自身的这个内驱力的。有了这个内驱力呢，就自己有这个目标，他想做，就你会发现他自然而然就去做那些事情了。就比如说我是很懒，不想做身材管理，但你要说我的朋友要约我出去玩，他可能以后大家要和我一起出某个角色的那种什么仿妆啊什么的，可能说要给我买什么衣服啊什么，以后要出去玩拍照，那我就会觉得，那我就很自觉的，我就觉得我要去做这个身材管理，我要去锻炼。就比如说你跟我说，你不学习以后没有办法过好日子啊，对我而言就是空话。但是我的朋友和我说，啊，我以后想和你，一起住啊，到时候我们以后一起出去玩儿什么的，那就需要钱呢，那自然而然的我就想要赚钱。那想要赚钱干嘛？那当然要努力啊，那当然要好好读书啊，是吧？就很多时候呢，很多沟通就是避免无效沟通，在沟通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零层面上的沟通吧。很多时候如果说没有办法理解对方的话，那就是按照神的话，各自做一些让步，然后在神面前祷告，然后自然而然的这种放松的教育下，在爱的氛围当中，那其实很多时候孩子的叛逆也就没有了。然后放手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他可能比你抓紧他的时候反而更好管教。因为你放手了之后，他们就是我们才会去就是真正的去思考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然后，这些道理到底有没有用，然后呢，可能精神方面呢会更加的放松，然后精神状态就会更好，然后反而就是效果会更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非常感谢小明阿姨可以给我这次机会，就是来向大家表达一下，我们这代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包括我的一些感悟。嗯，欣然你好棒啊，好棒啊！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好多是父母，好多的父母可能不知道孩子们他们的真实的想法。你从你的那个角度，孩子们的那个角度，让父母们能够了解你们的感受，你们在那种状态当中的那种经历、那种感受，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那个欣然他，我特别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时候哈，从灵界的角度来讲，他是在一个封闭的灵的封闭当中啊，就爸爸妈妈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他都不跟他们交流，其实他周围是有一种封闭，然后我为他祷告，破除和斩断那个封闭的灵对他的封闭。完了以后，因为你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我想一想，你妈妈好像那个时候已经信主了，爸爸呢是信主多年，但是打酱油的，然后他们就继续的打酱油了一会儿，然后等到他爸爸有一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他爸爸幡然醒悟说，原来我这些年都在打酱油啊，然后所以其实欣然他的改变，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我也就没有怎么见到他，然后每次到教会来了以后，好像又随着爸爸妈妈就走了，他也不讲话。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有一种，就是你们要为孩子祷告的时候，是一种内驱力。他讲的非常好，就是内驱力，他有一种想要从这样的状态当中挣脱出来的时候，而且他有一个情形就是他祷告。虽然他是在那种
那样的状态当中，但这个孩子在祷告。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中间，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你的这个分享安慰了多少的爸爸妈妈的心，因为叔叔阿姨他们的孩子还在被仇敌的捆绑当中。那欣然现在，他的分享，但是因为，其实那个欣然他还需要更多的在基督里面成长。然后今天我还有一个感觉哈，我可能要让欣然跟一个小姐姐联系，就是你们两个 team up 起来，然后就是一起在基督里成长。因为欣然给我讲到，他说你可能你们注意到他刚才的分享，他说他特别希望去帮助那些在黑暗挣扎当中的年轻的灵魂。我们大家为欣然祷告，愿神借由他经历的这一次这些黑暗和苦难。其实你知道，欣然那个时候好痛，他经过的。他有一次跟我讲到说，他自残，他自残还加上完美主义。他在，你知道他就要哪怕是他自己割自己，他都要割得完美。他就觉得，诶，这个伤口还不够完美，他还要用继续用刀来补割。哎呀，我当时听到他的时候，那种心里面的痛，但是我觉得感谢主，他走出来了。而且呢，我觉得欣然还会神会借由他经历的这一切，然后装备他，然后让他去帮助拯救更多的在黑暗当中挣扎的灵魂，好吗？欣然，谢谢你的分享。你看那个好多的叔叔阿姨在给你鼓励，他们都觉得你好棒。然后呢，那个你的见证祝福到了很多的人，也安慰到了许多的叔叔阿姨。你能够走过来，他们的孩子也能够走出来，好不好？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